你是那个傻瓜，爱我不轻。你好好看看吧，这都是他们倒腾的事儿。你说周边的快递站都饱和了，这还能干出什么名堂来？我倒是这样想，我觉得这行业最近呢还有借助的空间。可是一个女孩子做快递，是不是太辛苦了？哎，我知道你是想让她锻炼锻炼，可是这也太基层了。这怎么会呢？我反而觉得啊，这依依啊现在有这种创业的想法，有这种毅力，反而是一个大的进步啊。说到辛苦嘛，哪个工作不辛苦啊？我倒认为，让他去受受苦，这挺好的嘛。这么说你支持？我支持。让他受点苦，让他知道挣钱不容易。好，有你这么个表态，我就放心了。拜拜。来，把药吃了。这两口子真有意思，白天是慧芳姐来，晚上是老陈来。看来这林佳一还真是有大事儿了，咱们要不要帮帮他？他的事情我不想搭理。既然他觉得自己翅膀硬了，那我倒想看看他到底能飞多高。你真的这么狠心啊？对了，你呀，有时间给琪琪说一下，告诉他，现在公司里资金紧张，别打着你的旗号跑去财务取钱。他跟公司要钱，他跟财务要什么钱了？你别紧张，你跟他说话点到为止就好了。反正啊，这孩子会明白的。林氏这么大的公司，资金怎么会紧张呢？大有大的紧张啊！现在动漫园那边马上就要启动，这资金缺口啊，好几个亿呢。反正啊，能省就省点吧。姐姐，头一次来我这儿吧？对啊。你看了那些八卦新闻的报道吗？怎么想？嗨，那些不都是一些捕风捉影的事儿吗？也没必要当真的。如果黄伯伯想当真呢？如果你和在远真的有感情，我们不妨顺着媒体的意思，来一次强强合作。强强合作。琪琪啊，我真的是可以给你一个众人仰望的婚礼。您是说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。不瞒你说，再远这里里外外都是我培养的，有些理论呢可能很庸俗，但却很实用。至少，他帮你打败了你的对手林佳一。我担心的是，再远这孩子性格比较逆反，能不能抓住他的感情，得靠你自己。我可以给你婚礼的排场，但是我给不了你婚姻的实质。只要黄伯伯您同意我跟在远在一起，加上他现在不也还离不开您的帮助吗？他会同意的。好，看来你对在远还是很有感情的，但你要记住，
黄伯伯的最终目的是你们林氏动漫乐园的共同开发权。您是说，您想拿在远跟林氏开发权做交换？可以这么说。如果黄伯伯您真的想拿我跟在远的婚姻做筹码，我希望您能不能先做通在远的工作，行吗？行。那我先走了。好。哎，黄伯伯再见。再见。好巧啊，在远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还想问你呢，你这么晚来我爸办公室干什么？琪琪，干嘛啊？跟你说，徐世新现在已经把我的俱乐部给夺走了，我对我爸现在非常不满意。我希望你告诉我，你们到底在聊什么？笑什么？黄在远，没想到你有现在这样失落不安的时候啊。你听好了啊，对，我就是要让你体会一下我以前的感觉，怎么样？好受吗？不好受吧？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？别人想干什么，我无可奉告。反正我的目的很简单，要么我得到一个完整的你，要么我彻底离开你，并且做你的替身。什么叫完整？什么叫完整？听好了，跪下来，向我求婚。是。看看，你哪儿来这些东西啊？啊，我抽奖抽的。别逗了，就您平时去那些商场，怎么可能拿这个东西来当抽奖的呀？爱用不用，不用送毛大妈。你说你怎么那么多话？心虚啦。哎，是不是您那些插队老友送的呀？不，人家得有多大的事情求您送这么大的礼物？不是，这能值多少钱啊？这个100、1000就这么一小盒，太贵了。加上税，在国内怎么也得卖1万吧？这种东西啊，您用1套2套都不行，得天天用。你说用到最后还得改回用大宝，您天天也消费不起呀，还是退回去吧。啊，你这话我特别不爱听。反正也没花钱，是白送的，我用用怎么了？哎呀，这个一个人的经济水平决定了他的消费层次。你咬牙用一次，觉得它好了，再不用会失落的。就好比我，现在好不容易才适应了廉价护肤品，心里这个落差呀，阿姨，您承受不起的。唉。挺贵的吧？我那个刚才回的时候，林佳怡可都跟我说了啊。那妈这个哪儿来的呀？
就是那个谁呀？朱美那闺女，她是想让我帮着就送林佳一。你说我这拐弯抹角的帮她，你骂我容易吗？明白了。朱琪琪拿这个来，无外乎就是为了讽刺林佳一呗。哎呀，你说这不对，人根本就不那样。我跟你说，儿子，你可不能这么瞎起哄，跟着啊！急什么呀？我说什么了？不是，我是建议你别跟那个什么朱琪琪有来往，那人可是不地道，真的，就是他把林佳一，我看出来了，已经了解一底儿掉，然后专门利用林佳一这个缺点，抽冷子给你使一绊子。你想，要不然林佳一怎么可能那么快离开那家公司，对不对？你小子是不是就听林佳一一面之词啊？有。我告诉你儿子啊，我今天见着那朱琪琪了，人家孩子好着呢，我就最多啊就跟他妈一样，缺脑子缺弦儿，但是对人特别热心。我听说了，以前就这林佳一，对人家娘俩挺不好的。哎呦，妈，咱娘俩笨想啊，说现在流落在外的是谁呀？是朱琪琪吗？是人家林佳一吧？这位，您瞧着挺老实忠厚的，我感觉背后有一套呢。你咱不知道，你谁瞎起哄啊？也是啊，对不对？反正我是这样觉得啊，那就这俩姑娘吧，都是重组家庭的孩子啊，是吧？咱们呢，就是从中间帮着撮合撮合。你啊，你别老替林佳一说好话，知道吗？我什么时候替他说过好话？这事是人家事，咱们撮合得来吗？是不是？我是觉得有问题，我不建议你跟他来往。啊？不对呀，妈。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有点不对劲儿？我怎么不对劲儿啊？这不是你行事风格，是不是朱琪琪给你点什么好处？没有，对平凡人我绝对没有，我一分好处我都没拿。我跟你说，哎呦，我这，哎，儿子，我呀，我就有点私心。你看，你说就这姑娘在咱们家得住多长时间？赶紧快想着让她走啊，要不然她早晚得给咱惹麻烦。我宁可她见天惹麻烦，我也不愿意你接触这个。惹麻烦挺好的，我现在习惯了，没她惹麻烦，咱俩有意思吗？哎，没意思。哎呦喂，这孩子，这苗头可不对劲儿啊！这个。付房租30万，打完95折，日常流水15000，先撑过开业再说吧。反正啊，我觉得你挺冲动的，你一下你付1年的房租，你没必要，一般都是付3押1，对不对？你何苦整的？你真以为自己是土豪呢？哎，不瞒你说，我当年真是土豪，我借给美丽50万，什么都没说，连个欠条都没打。那天我参加美丽 party 的时候，朱琪琪一跟我说，我吓了一身冷汗。是你要她不承认的话，我连话都没法说。是你就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受骗上当太少了，你知道吧？跟着你做小生意啊，我这大手笔还真是不能出啊。哎，美丽花冠怎么还没过来啊？人忘了呗。估计啊，昨天是嗨过头了，肯定现在睡觉呢。关机了，这时候关机，不会不想还钱了吧？美丽，啊，美丽，你怎么关机啊？
我才借了你一个50万，我就算还你了，那别人向我讨债，我找谁说理去啊？佳怡，其实说句实话，你也别怪美丽了，50万她一分不少都还了，不过最后还是到了林氏文化的账上，因为朱琪琪说这笔钱是林氏文化的，给你的话恐怕名不正言不顺。又是那个朱琪琪。你别生气，别生气，对不起，你再给我1个礼拜的时间，我凑齐了立马就给你送过去。我出1半，够意思。够朋友，谢谢你们啊，雪中送炭。我真的很需要这笔钱，而且非常着急，也希望你们快一点。我尽快。一定。喂，陈曦，我姐妹跟我说了，那个钱会给我的。你还真把希望寄托到他们身上啊？当然了，他们是我铁蜜。他们是你闺蜜，不是我的啊！我也得想一后手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咱分头行动啊！好吧，反正我的钱一定比你先到。我刚回国，国内也没什么朋友，没想到你居然跟我女朋友认识，又是我的上司，所以我好好讨好你，这样你就是我的亲友团了。以后我跟美丽要有什么小误会、小矛盾的，你可得当我的救火队员。呀，石磊，我算是听出来了啊，你这纯属是贿赂我嘛。行了，别闹我开心啊。就你跟美丽俩，你们能有什么误会啊？我看美丽对你是相当满意呢。你知道啊，美丽家境很好，像我这样的穷海归，人家家里不一定满意。你想挣钱？这样，我给你支一个招。林氏现在的动漫乐园正在准备内部集资，年回报35%。以你总监级别，可以集资500万，1年以后也就是有200万的纯利润，这真的是差不多相当于你在林氏工作6、7年的全部收入了吧？哎，石磊，你保密啊，这可算是个人情内幕啊。这个应该还在保密阶段吧？你怎么对我那么好？你刚刚不是说了吗？你都把我当成亲友团了，我就是想提前给你泄点密，让你能够有时间去筹集资金。如果你跟美丽关系到位的话，你可以管她借点钱去。那做成的这笔投资，也等于是给你们俩的感情买了一份高价保险嘛。不太好吧？我跟美丽才交往没多久，就跟她借钱。嗨，在我的眼中啊，美丽绝对是个颜控，她对帅哥向来都没有免疫力的。不过确实，借钱呢是一个敏感的话题，分寸你自己把握。不行，分寸我可把握不好，要不请你帮我铺垫铺垫。美丽，石磊，你怎么来也不提前告诉我一声？你们俩要单独约会，再找时间啊。现在我和你是工作时间，我们俩是来谈公事的。那周总监工作时间我可以跟他坐一块儿吗？哎呀，还问他，必须能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找你谈协议。我打算把公司平常的一些宴请什么的放你饭店一些。来吧，美丽，谈个协议价。外面的市面价呢是85折，但看在我们家石磊的面子上，我给你8折。8折呀？还是看石磊你的面儿。美丽，以前林佳一在这也拿8折呢，你别骗我行吗？嘿，你今天要单独来的话，就凭你啊，还是老价儿。
美丽，朱总监在公司待我不错，对我也挺关照的。你好好跟人家谈谈吧。你才工作几天啊，就开始帮人家说话了？给你什么好处的？还真是有好处。朱总监告诉我一个内部消息，还在保密阶段。林氏投资动漫乐园需要大量的资金，现在准备内部集资，年利率有35%，存够3年直接转成股份。只是可惜我的份额吧，我没那么多钱。你能集资多少？总监级别限额500万。你能集资多少？没事儿，剩下的我来负责。反正我的零花钱也没用。但是这个事情让你爸妈知道不好吧？我可不想在他们心目中变成吃软饭的小白脸，以后在你家抬不起头来。我不是让我爸妈打款，这个店里面随随便便流水就有400-500万了，拿出我零花钱来，这怎么跟我爸妈又扯上关系了？美丽，咱们不是答应佳怡要借他50万吗？如果到时候没有，他怎么办啊？可我现在就剩这点儿。哎，那个林佳怡创业是好事儿呀，林叔叔50万随便就拿出来了，是不是？哎，你们俩放心吧。有道理。怎么样？给你一个名额，也过来入股吧。好。这美丽怎么不接电话呀？这明明答应我的。今天到底能不能开工啊？这都时间过去了，我们这么多人等着，可耗不起。再等一下，等租金到了，大家马上就可以干活了啊。房租今天能不能交？不能交，这合同你们可就算是违约了，定金是不能退。定金为什么不能退啊？你看看，你们签的是这个“定”字，不是这个“定”，一字之差决定能不能退款，这可是有法律依据的。不，你跟我玩文字游戏是不是啊？我们怎么跟你们玩文字游戏了？当时签合同的时候，你没有提出有什么异议啊？不，我没。那个佳怡啊，你不会就这一个朋友吧？这关键时刻你得多备几个，这西边不亮，东边才能亮，是不是？你看你还有没有朋友？那我再找一个吧。喂，王大远，你能过来一趟？我有急事儿找你。这个就是你说要白手起家的地方啊，规模是不是太小了点儿？姨这样真的很委屈你。我是请你来帮忙的，又不是让你来说风凉话挤得我。还帮忙，借钱要有借钱的态度，说吧。那行，年利10%，多了我也还不上。不是姨，我觉得你不用这么辛苦啊，自己。我之前不是说了吗？只要我们在一起，你不用这么狼狈的。我现在跟你谈工作呢，不是谈私人感情的事儿。行，那咱们就谈工作，好吧？现在大家资金都很紧，如果就算你1年付10%的利息，也不会有人借给你，而且云顶现在状况也不太好。那能不能算你入股？我定期给你分红，就算你的风险投资还不行吗？风险投资？你觉得风险投资我会找这种没有前途的小快递站吗？你知道的，我心里唯一有的就是你。我今天来也是给你面子。你到底能不能借？不借，我不借是为你好。你再给我1天时间，如果明天我不拿到租金的话，定金我不要了。这没有定金怎么办？大家放心，我们抱团干。之前我是瞧不起快递站这个行当，但是发生这些事情，就冲我这个合伙人
我也一定会奉陪到底的。就不信我林佳怡干不出名堂出来。干什么呢？您这儿回来了。哎，佳怡啊，喝了吧？啊，奶奶给你看饭去啊，马上就得。好的。来，好孩子。合同呢？拿出来让我瞧瞧啊！真的，我们家就这一辈子都没做过买卖，是不是老陈？合同还没盖章，说过2天给我。没盖章，怎么回事啊？你别让人骗了。行了行了，吃饭吧，啊，孩子都饿了。对，吃饭。晨曦呢？那个晨曦啊，那个弄那货架去了。对了，一会儿你把那个快递站的大门打开，我跟你陈叔呢，帮着晨曦把那个货架给抬进去。咱请工人干嘛呀？啊，还得花钱。有你陈叔，还有我，还有晨曦，我们一起搞定。钥匙还没取到呢。哦，还没交钱呢。交了。交钱。你听着有点不靠谱，我去问问中介。对呀，不是老陈，他是不是看这个林佳怡这年岁小，他没经验欺负他呀？你真得看看，你去问问。但是我跟你说，你跟人好好说，别跟人打架啊！好，问问。别，不用，我自己去，明儿我自己跑一趟就行了。不是，他们给你开收据了吗？对啊。收据？什么收据？哎呦，收据没拿到手，人家硬说你没给钱，那可怎么办呢？对啊。哎呦，马大妈，您怎么来了？我还要问问你们呢。怎么了？你说我们家毛福啊，你说本来这教练当得好好的啊，是谁跟我吹的呀？啊，说晨曦要开快递站了啊，底下的工人呢，至少每个月能拿到1万元左右一个月呢。啊，你说勾搭的我们家毛福把工作辞了，你现在快递站不开了，你说这事儿你们家赔不赔呀？不是，不是他毛大妈怎么回事啊？那什么快递站不开了？他们呀交不起房租了，让人房东给轰出来了。你说这可怜我们家毛福了，老早的把工作辞了，饭碗子也丢了。你说你这让我们怎么办呢？啊，我们怎么活呀？你说呢？哎呀，资金是出了点问题，但我已经想好对策了。想好了，你让我再想想。不是他想好，哎，不是你听我说，你想好，哎，我能不是他不是你说我们家毛福这怎么办呢？毛福啊，我们给你想办法，好吧？我会负责任的，别烦我了，好不好？你怎么还急了呢？就是想请你出来，咱一块儿开个会，这大伙儿都交个实底儿啊，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快更好的一个方案能解决，不是吗？对吧？你出席一下，好不好？开会就开会，省得你们觉得我怕了似的。行了，人齐了，那咱们现在正式开始开会啊。我先说个事儿，我不是东4环的这个房子嘛，我今儿把这房本找出来了，我想去银行做一抵押，这样的话，他就能有贷款，可以交我们快递站的这个房租啊、水电呐，包括我们前期的运营。这个看看爸妈奶奶有什么意见没有？不行，真不行。这房子一天一天这么涨价，到时候你不是他这个涨了，他这也是我的房子，
哎呀，你要是抵押的话，你没钱，你这不是完了吗？那我这有一笔钱，来，你有一笔钱啊？这是你爷爷的那个什么抚恤金。哎呀，本来我寻思给我孙子留了，我寻思你先拿用，先拿用。不是，奶奶是这样啊，我不知道您以后还有多少钱啊。反正从现在开始，您所有的钱您都记住了，不到咱们家万不得已的时候，您甭拿出来。啊，您快收拾，我们这不能要。我也想好了，一时半会儿我也抱不了重孙子，是吧？你先拿去吧，你先拿用去。那回头得还呢，啊，我这也有。啊？你啥呀？你这？呀，行。陈玉姐，你能在我眼皮子底下存钱，你可真有能耐你呀！不是，我这是给你那个存的养老治病的钱。我不是怕你得病，你别忘了北大荒你落那病根儿，万一老了再复发呢，就晨曦一个人他承担不过来。玉静。行，算你一份儿。天哪！我天哪！得，我要存这么多钱啊！我这天天对你实行3公政策，你能买这么多钱你？不是你说？少抽2包烟的，是你好多都不买。真行你！告诉你们，我这儿也有私房钱。啊！我原来想啊，我儿子结婚的时候，我给他存的，是不是？可是现在他也不结婚，我的钱就没有用了。这快30了，先立业后成家吧。你这不叫私房钱，叫公积金。谢谢爸，谢谢妈，谢谢奶奶。哎，对了，我告诉你儿子，到时候连本带利一块儿还给我。不是白给的。那个，其实我早就想好要把我那个包包卖了。你们那点钱各有各的用处，我的包嘛，身外之物，它只是我对以前生活的一个念想。既然我决定现在好好做事情，有它没它都一样。我觉得这是一挺好的事儿，是吧？他那包值钱。哎，咱这么着吧，那个，先不说他卖不卖包的事儿。我刚才忽然有个灵感啊，这些钱，咱也别说是跟我爸妈或者奶奶借还是不借的事儿，咱也别说是不是连本带利还给他们。我们开个快递站，为什么不让全家人都入个股呢？啊？我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你们把这个钱压到我这儿，不算我借啊，等于说我们所有的人都算股东。股东。我们要是好好干，赢了利了，大家都能分股份。当然啊，前提是好好干，这事儿得靠咱们俩。哎呀，放心吧，我跟晨曦一定好好干，大红包，年底见。那我们就等着分红包了。没错的，咱分个红包吧。吃饭，吃饭。哎，晨曦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坐。找你有事儿。啊，什么事儿？就是东四环边上那个房子，就是我不是交了个首付嘛，然后名儿是咱们俩的，对吧？我没有别的意思啊，因为现在我是要去做银行贷款，我要把这个房子抵押了，但是因为现在本上是晨曦、徐芷晴。人家说，除了我的证件之外，还需要你的身份证原件、复印件，
还有一个委托书。晨曦，你要抵押我们的房子干什么呀？我开了个快递站，但是现在缺那个前期的启动资金啊、运营啊、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。晨曦，你怎么最后还决定在这种低端的事业上投钱呢？我也没觉得有多低端，我一直觉得人反正就是有多大本事吃多少口饭，是吧？环境不一样，你起点也不一样，咱们就踏踏实实的去。反正这事儿我惦记也不是一天两天的，我也没别的意思。如果说你不同意的话，我在想别的办法。我现在自己也没能力帮你创业，这房子本来就属于你的，我没有权利办着你。小丽，纸和笔给我。夹子也给我。反正啊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这个我也不可能动这个钱。谢谢。好了，现在房子交给你处置，我没有意见。你准备跟谁一起合作？林佳怡，她现在也在找这个备用资金呢，我们俩双管齐下，多条腿走路。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？我得对你以后负责任，这证明我不出了。468、467、469、470、471、472、473、474。你怎么了？都几点了，你还不回家？要不是毛夫告诉我，我还不知道你到这儿来了呢。毛夫告不告诉您，您也不用到这儿来。您瞎搅和什么？我跟这办事儿没办完呢，回去干嘛呀？你来找芷晴了，跟他借钱了。我告诉你啊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既然分手了，就不能再找人借钱了，让人瞧不起。是不是？您能听我把话说完了，您再插。你说，我没找人借钱，我跟他借钱，我剩什么了？我们那个就是那个小户型那房子，那本上不是我们俩人的名字吗？那现在抵押贷款人不行啊，他不到，所以我就说过来能不能把他那名给摘出去？我得请他出具身份证的原件、复印件，出具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委托书。他同意了，同意了，但是一听说我要合作的人是林佳怡，抢回去了。看来这芷晴对你还是移情未了啊！一听说你跟林佳怡混在一块儿，吃醋了呗？怎么可能？姜还是老的辣呀，这点小意思我还能看不出来？我敢保证，只要他知道你还没走，一会儿他就来找你，跟你和好。看什么呢？哦，董事长，
你不会是想后悔吧？没有，晨曦他过来找我，他要抵押房子，想让我给他签个字。他的房子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几年前，他们家在东四环边上买了个小房子，为了让我安心的跟他结婚，把房子上面也写上了我名字。是吗？看不出来，这小子还挺痴情啊。那这房子，恐怕是他唯一家当。是他们全家，全部的家当。亏他买的早，这房子已经升值了，翻了好几番了。他抵押房子干什么？他要跟林佳怡一起创业，他跟着林佳怡一起创业，肯定会血本无归的。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掉进深渊而不管。也许他已经爱上那个林佳怡了，所以才会为了她这么奋不顾身，所以才会为了她不惜得罪你。知青啊，现在到你选择的时候。我要是你，在自己得到幸福的同时，也绝不会拦着别人。该放手了。哎，你可别惹他，臭着呢。2小时了，老同志这说话不准啊。走吧，咱们。爷，胜利往往在于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，是吧？我都努力2小时。晨曦。没再遇见，空荡的街落下白色的雪，忽然间想起过去的画面，现在谁也不在身边，风陪着我站在回忆的路边，刹那间爱恨都冻结，街上的信号灯亮了又灭，是我对昨天说了再见，过往的车辆匆匆忙忙，每个人都该去他的向往，雪花飘落在我身旁，像是对我诉说一个我不记得的故事，很久没有被人提起，永远不会被忘记，我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头，曾经的记忆依旧那么浓，一幅幅美好画面闪过我的心中，在拥挤的城市中，你